大家好，我係添 Sir，今次再帶大家到深圳闖蕩去登上深圳第三峰梅沙尖，路線將會經過4個水塘，途中有好多打卡景點，想知點行就跟住我啦。睇之前記得撳咗鐘仔同訂閱喎。首先當然係過關先啦，跟住就搭地鐵到鹽田路站落車，唔使10分鐘就可以行到去登山口啦。第一個經過嘅水塘係翠嶺水庫，裏邊有一個好靚嘅觀景台，叫欖翠台。附近仲有一條好有幾何線條尾嘅翠嶺橋。跟住沿兩旁種滿黃花風鈴木嘅登山環道上山，去到第二個水塘紅花瀝水庫，裏邊都有一個類似欖翠台嘅特色觀景台，好靚㗎。好快就行到去第三個水塘嘅堤壩底，下面係一個黃花風鈴木林。走上堤壩頂就係深水竹林上水庫嘅大觀景台啦。接下嚟登上深圳第三峰梅沙尖，欣賞獨一無二嘅360度靚景，係可以望到香港㗎。跟住就係落山，途中會經過夏日紅花觀景台，係可以行出大石陣睇風景㗎噃。大約落到一半就去到雲海廣場，係一座全新未開嘅超大型觀景台嚟㗎。佢嘅旁邊就係第4個水塘三洲塘水庫。裏面好靚㗎，當中最特別嘅係青雲橋，尾段就沿住種滿公粉羊蹄甲嘅山徑落山，山腳係單車綠道，同樣有公粉羊蹄甲嘅花海，仲有火車經過添。行完梅沙尖一圈，返去鹽田路站離開就可以啦，交通非常方便，全程14公里多，唔算短線。一般需要約7個半小時完成。上山一段設有多個景點，可作為中途嘅小休位置。輕輕鬆鬆，唔經唔覺就可以上到梅沙尖山頂㗎啦。落山仲可以一邊睇住海景，一邊落山，真係非常寫意㗎。呢條路線嘅 GPS 檔可以掃描呢度下載。首先經香園圍口岸過關，嚟到內地呢邊就係蓮塘口岸啦。過完關之後，離開蓮塘口岸商業城，然後轉左前往地鐵站，只需幾步路就會見到蓮塘口岸站嘅 A3 出口。跟住乘搭地鐵往鹽田路站嘅方向，搭到去終點站鹽田路站落車。嚟到鹽田路站，從 D 出口離開，出口係鹽田路。離開之後直行，然後橫過一條寬闊嘅馬路，繼續直去。需要買飲品嘅可以呢度買，上山之後就近乎冇㗎啦。循鹽田路向住山嘅方向行過去，去到轉彎位置，馬路之下係鹽田河嚟嘅。跟住橫過馬路，可以步上行人天橋，或者行馬路都得。目的係行到斜對面藍色座格仔大廈。落橋後，隨即轉入幾步路前嘅馬路口。靠邊行就得，右邊座藍色大廈係鹽田北綜合停車場。沿馬路行上去，喺分岔路口轉左，一陣會從右邊落山返嚟嘅。再向前行多2分鐘，右邊就會見到石頭圍新村入口。登山口有簡略地圖介紹牌。
由地鐵行過嚟只係約700米，非常近㗎。沿斜路行上去，跟住行上行人天橋，再接上另一條行人天橋，越過火車路軌，然後走到另一邊，就會見到一個小平台。喺分岔路口要靠左，留意路牌，前往欖翠台嘅方向，即係左邊條平路，唔係右邊條梯級喎。沿路係好靚嘅石砌步道，就好似一條普通嘅香港郊遊徑咁樣，非常平坦。開始一段係一條環山徑嚟，只係輕微上上落落，完全冇上山㗎，路程大約係500米。喺開始嘅時候，先講一下全程嘅大概路況係點樣嘅先。由於沿途係冇類似梧桐山嘅里程牌或者標距柱，所以作出以下嘅分段，好讓大家一路行嘅時候就比較清楚進度啦。上山落山都可以分成4段，先講前半段嘅上山。第一段係上翠嶺水庫，約1.8公里；第二段係上紅花瀝水庫，約2公里；第三段係上深水蓄能上水庫，約1公里；第四段係登上梅沙尖，約1.4公里。喺環山徑嘅最後有一條好靚嘅火木拱橋，影相都唔錯㗎。走到另一邊有一個分岔路口，轉右往欖翠台，路程約係1.1公里。兩步路後又嚟到一個冇路牌嘅分岔路口，記住要靠右行石砌步道，唔好行石屎梯級。呢個位係好易行錯㗎，因為反而係向下行，唔係往上走嘅。要跨過剛剛條溪流之後，先會再次向上攀。沿住梯級往上走，旁邊就係剛剛拱橋跨過嘅大石澗，亦係翠嶺水庫嘅下游。內地稱之為翠嶺水。翠嶺水源自大黃坳，最終係流入鹽田河嘅。行到頂之後，要靠左落少少，幾步路之後，轉右接回梯級山徑。呢段梯級係直上翠嶺水庫嘅，即係喺第一段路嘅尾段，喺呢個位置大約係餘下900米。初段係少量嘅梯級，大約要行3分鐘左右，只算係一條短短地嘅小電梯嚟。轉眼間就進入一段平路，橫移約1分鐘嘅路程，再接上全程可謂最斜嘅一段。有幾斜呢？睇睇等高線圖就知道啦。個斜度不但斜過登上梅沙尖，而且長度更係登上梅沙尖嘅3倍。另一方面，千萬唔好將條路線倒轉行，否則就會變成一條更可怕、更長嘅天梯。斜有斜嘅好，好快就上到好高啦。會就坐一陣，小休片刻再行，冇規定要一口氣上頂嘅。梯級9曲13彎，無限輪迴。唔好行中間嘅泥路分岔路，有梯級行梯級。
部分係非常高嘅大石階梯，類似係黃龍坑郊遊徑嘅大石階梯高度，只係一小段嘅啫。大部分嘅梯級都係好易行嘅，每級都唔高，好人性化，比香港嘅山徑梯級係易行好多㗎。所以大家唔好聽到天梯就驚，唔好俾香港嘅梯級嚇壞咗。內地嘅梯級係好溫柔，好平易近人㗎，絕對係比想象中容易嘅。唔知道大家有冇週末上過梧桐山呢？其實不論四季，週末嘅大梧桐總係人頭湧湧嘅，隨時都有100幾十人。要知道登上大梧桐，無論點樣行都要行幾千級天梯，由海平面行到上900幾米。即使偷雞行馬路上，都要攀上好漢坡嘅天梯。莫非內地人係好腳力一啲嘅咩？唔可能嘅，盡管為自己打支強心針啦。咁多人都行到，部分更係零裝束，冇理由我哋行唔到嘅，係咪？說時遲那時快，全程最長嘅一段天梯已經行完啦。山徑已經變得平緩好多，開始見到平路啦，仲非常寬闊好行添。石砌路面溫印有葉紋，非常別緻㗎。溫馨提示一下，上天梯切忌行得太快，超越自己嘅體能。目的係嚟輕鬆郊遊行山，慢慢行就得，一定落到山嘅，唔使急。見路行路啦，只得一條大路，轉多幾個彎就到。唔經唔覺，終於見到翠嶺水庫嘅水壩。沿大路靠左邊行多少少，跟住踏上草地，繞過欄杆，就嚟到翠嶺水庫嘅水壩面前啦。翠嶺水庫係新名嚟嘅，佢嘅舊名係落馬嶺水庫，估計係因為諧音落馬唔吉利嘅關係，所以其後個名就改咗啦。先走到翠嶺水庫堤壩欣賞風景，跟香港嘅水塘冇大分別。內地所謂水庫，其實即係香港嘅水塘。從另一端離開堤壩，如果從剛剛左邊嘅馬路走，係會兜水庫行一圈嘅。上梯級後會見到水庫大壩嘅介紹牌，講述堤壩嘅種類、結構同用途。睇完大壩嘅資料之後，沿樓梯行上去，就可以俯瞰整個翠嶺水庫。繼續行上頂，掠過辦公大樓。左邊可以見到翠嶺水庫嘅大型介紹牌，指出每個不同部件嘅名稱同位置。而右邊即有一嚿刻有翠嶺水庫嘅大石板，似係原生大石板嚟嘅，旁邊仲有題字添。走到鐵閘外，會見到另一個翠嶺水庫嘅介紹牌。旁邊有翠嶺湖嘅大名牌，
別具特色，由小木樁拼合而成㗎。跟住先走入停車場，前方最出見到嘅方框就係欖翠台啦。旁邊有洗手間，不得不介紹，洗手間既乾淨又有水有光猛，非常寬敞，仲有廁紙，設施真係完善到有啲過分。走到盡頭就會見到一個方形嘅觀景台，嗰個就係欖翠台啦。欖翠台嘅景觀係向外嘅，唔係向住水庫，風景係特別開揚嘅。主要望鹽田，亦可遠眺香港，右邊就可以望到梧桐山。呢個框框影相一流，要影幅有層次嘅相片一啲都唔難。返去入口，沿寬闊嘅馬路行，一路上都有大大小小嘅介紹牌，有導覽圖，亦有唔同嘅資訊。接下嚟係第二段上紅花瀝水庫嘅路程，全段約2公里，全段都係寬闊嘅馬路嚟嘅，防撞欄配有好鮮豔嘅紅白線條，就好似賽道咁樣。左手邊會見到一條好靚嘅橋，就係翠嶺橋啦。翠嶺橋嘅橋身採用咗好有時代感嘅設計，以三角幾何砌成，就好似綿綿山脈咁樣。喺翠嶺橋嘅另一端，有另一條綠道山徑，我直上深水竹林上水庫同梅沙尖。路線唔會經過紅花瀝水庫，少咗個大景點。但就多咗一個睇翠嶺水庫嘅小觀景台。一邊路程係短好多，但亦相對斜好多。山徑係石砌步道，好好行嘅，大部分係緩坡暗斜，最後先至係較斜嘅梯級。綠道山徑冇咩特別，縮至左下角嘅視窗，繼續慢慢行。返回翠嶺橋嘅位置，沿剛剛嘅馬路繼續上斜。呢度大概係完成咗全程嘅1/4路程。適逢春季，約2、3月期間，沿路都會見到好多黃花風鈴木。兩旁都有嘅，數之不盡咁多，增添咗呢條平凡嘅馬路唔少色彩。留意小視窗內播放緊嘅綠道山徑係冇黃花風鈴木睇㗎。喺馬路邊可以揾到標距柱 X87915。X879係呢條馬路嘅編號，亦叫大鹽線。黃花風鈴木遍佈馬路嘅兩旁，簡直係一條黃花風鈴木大道。馬路非常闊，極之安全，車流係非常稀少嘅。不過都要留意，駕駛方向係右上左落㗎。途中有一個好巨型嘅觀景台，前面係梧桐山。喺翠嶺橋行大約1公里左右，就會嚟到呢個大分岔路口。靠右係去三洲糖水庫，亦可去到雲海廣場或提早撤退落山。
去紅花瀝水庫係靠左行。呢一段只係得呢個大分岔路口，其餘都係一條直路，係唔會行錯㗎。上到約一半嘅位置，又會見到好靚嘅洗手間。大家有冇留意到左下角嘅綠道山徑全程都係冇開揚景色嘅呢？同呢條路係相差好遠㗎。呢度係可以一直望住梅沙尖嚟行。當右邊見到水壩，即係差唔多到㗎啦。話咁快就嚟到紅花瀝水庫，先行埋去睇一睇入口嘅導覽圖。主要係一個水庫公園，係冇環湖徑嘅。循左邊嘅大方框入口行入去，係一個好有特色嘅大牌坊。入去之後靠右行，隨便咁周圍走走，欣賞一下呢一個完全冇人、寧靜到極點、被大山包圍、水平如鏡嘅水庫。唔難發現一個類似欖翠台嘅觀景台，不過奇怪嘅係呢個觀景台竟然係冇名嘅噃，因此佢彷彿係隱藏喺紅花瀝水庫裏邊，好少人知道佢嘅存在。喺呢度可以望到全條大壩，園林係做到好靚嘅。有別於香港嘅水塘，行綠道山徑就睇唔到㗎啦。兩旁都有好高嘅草叢，只會見到條山徑同梯級。唯一嘅好處就係走喺林蔭裏邊，完全唔會曬。嚟到大壩睇一睇。發射塔嘅位置就係梅沙尖啦，係咪好近呢？喺右邊遠處嘅盡頭就可以揾到清風台，有興趣就自己行過去睇啦。喺另一邊嘅大壩風景同樣咁靚，所以又點可以唔嚟紅花瀝水庫呢？不過即使靚還靚，唔好忘記呢度只係約全程嘅1/3位置，仲有漫漫長路，要留意時間分配，唔好前段玩太耐啊！返去入口，沿邊行係冇路出去嘅，由正門出去就得啦。沿馬路繼續行上去，係冇分岔路嘅。踏入第3段，上深水蓄能上水庫，約係1公里。行依邊係比行綠道山徑多走1公里㗎，分別就係在於緩坡慢慢上斜，定係經梯級斜少少上快一啲。臨到前，左邊會見到一個好明顯嘅分岔路口。嗰條就係行綠道山徑上嚟嘅路啦。路口係有一張手繪地圖㗎，兩條路就係咁樣匯合埋一齊啦。大家會點樣選擇呢？兩條路都行晒俾大家睇啦，想行邊一邊都得，隨心而行啦。唔經唔覺，行一陣，影一陣，行一陣，影一陣。就嚟到啦！喺呢個路口有一個櫻花林嘅介紹牌，位置係喺水庫嘅右上角，周圍都種滿黃花風鈴木，仲要係一個人都冇，任影唔嬲。轉入左邊嘅小徑，走入呢片黃花風鈴木林，感受一下被黃花花海包圍嘅感覺。
真係要親身嚟感受一下。唔好直行，要轉右跨過引水道，就可以影到一大片黃花風鈴木㗎喇。睇下範圍真係好大㗎。跟住唔使折返，只需搭上大壩，沿梯級行到上頂，就會見到深水蓄能上水庫，簡稱上水庫，全名係深圳抽水蓄能電站上水庫，係呢條路線4個水庫之中最大嗰一個。左手邊有一個好大嘅觀景台，旁邊有上水庫嘅介紹牌，亦有一嚿刻有題字嘅大石。既然順路，當然要走出觀景台睇一睇啦。觀景台係好闊落嘅，左上角放有電站公司嘅標誌。至於風景就一般，因為雜草實在太高，可能要走上左邊高處嘅大涼亭先至有靚景。不過喺呢度望梅沙尖都係唔錯㗎。梅沙尖好易認嘅，發石塔頂就係啦。好啦，望住梅沙尖行過去，嚟到上山嘅最後一段，第4段登上梅沙尖，約係1.4公里。喺分叉路口嘅位置有自助售貨機，係全程唯一嘅正規補給點。喺分叉路口會見到深圳遠足徑嘅大牌坊。距梅沙尖仲有1430米嘅路程，大家留意電站嘅地圖，紅線係禁止通行嘅，所以上水庫同樣係唔可以橫塘㗎。跟住路牌指示轉右，然後穿過車閘，前方就會揾到登上梅沙尖嘅梯級。路口有一個好嚇人嘅路牌，往洞背入口係18860米，亦放有一張手繪地圖。上山嘅其中一小段係屬於深圳遠足徑東部徑嘅。輕鬆咗咁耐，再次上山啦！標距柱嘅編號係 E061。開始一段只係緩坡暗斜，可以話係一條平路嚟。呢區都有野豬出沒，但就未見過。前段約400米嘅斜度都係咁上下嘅，近乎冇向上攀升咁樣，就當係熱身啦。稍後嘅斜度係會逐漸增大㗎，梯級亦會越嚟越密，直至上到山頂為止。由於冇好似唔同山嘅里程牌，大家如果想知道上山嘅進度，除咗靠感覺之外，基本上有2個方法。第一就係靠手機嘅離線地圖，其次就係靠有高度計嘅手錶，都係可以好準確咁知道你身處位置嘅資訊。記得下載埋我哋提供嘅 GPX 檔，咁樣嘅話，起碼係唔會迷路。至於體力方面，大家就要隨機應變啦。大約行咗5分鐘，就嚟到標距柱 E062，亦開始踏上真正嘅上山路程。
一級一級慢慢上啦，唔難嘅。目標梅沙尖這麼遠那麼近，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。大家有冇發現天梯突然間唔見咗呢？莫非已經行完？當然唔係啦。相比全段上山嘅第一段天梯，上梅沙尖嘅天梯真係易好多㗎。真斜嘅天梯只有2段，剛剛就完成咗1段啦。跟住呢一段仲要係平路添。過咗茶溪谷嘅分叉路口，就係另一段嘅天梯。如片段所見，真係唔長㗎，而且每級都唔高，比登上石龍拱嘅天梯易幾倍。大家即管放膽去行啦，唔好俾香港嘅梯級嚇壞咗。呢啲梯級比行屋苑嘅後樓梯仲易，又疏又好行。轉眼就嚟到標距柱 E063，即係又過咗500米啦。留意前面有一個分叉路口，左邊係茶溪谷上嚟嘅路，亦係一條撤退路線。佢梅沙尖只餘下300米嘅梯級，面前就係登上梅沙尖嘅最後一段天梯。勇敢咁行上去啦！剛剛見到嘅石路就係梅沙尖嘅特色石砌步道，石與石之間係好疏落嘅，要小心咁行啦。當山徑離開林蔭，即係代表已越嚟越近山頂啦。梯級明顯係密好多、斜好多嘅。部分嘅路段比正常窄，要小心一啲行。必須望實地下，暫時唔好望風景住。唔使多講，天梯當然係一條接一條，仲要係9曲13彎嘅添。攰就好似剛剛嗰位行山人士咁，坐一陣再行，盡量喺有林蔭嘅位置休息。喺只差幾步到山頂嘅位置，係可以望到整個深水蓄能上水庫㗎，周長約係3公里。未到山頂已經超開人啦。剛剛走過嘅3個水庫都可以輕易咁見到。鏡頭一轉，真係差幾步就到山頂㗎，彎都唔使轉添。梅沙尖高海拔753米，山頂有名牌，就掛喺發射塔上面。行得快嘅，由茶溪谷嘅分叉路口行上山頂，大約係10分鐘左右。山頂除咗有一座發射塔之外，仲有一間破爛廢屋，裏邊仲寫有梅沙尖3隻大字。梅沙尖擁360度美景，有山景，有海景，真正嘅背山面海。至於風景，東面可俯瞰佔地非常廣嘅東部華僑城，由左邊嘅茶溪谷到右邊嘅大峽谷都一覽無遺，西面可遠眺整個鹽田區，當然望到鵬城第一峰大梧桐啦。喺山頂之上，彷彿站喺崖頂，周圍都非常陡峭，就連梯級都睇唔到底。景觀真係比梧桐山更靚，好天嘅話，蚺蛇尖都可以望到㗎。吉澳、
鴨洲仿似一河之隔。再睇多次呢個超級無敵廣闊嘅靚景，大梅沙、小梅沙、紅花的水庫，你又講得出幾多地方呢？大休過後就循梯級落山離開，落山嘅方向就係面前肉眼見到嘅山脊。梅沙尖嘅位置大約係全程嘅一半。落山同樣係分4段，第5段係落到夏日紅花觀景台，約 1.4 公里；第6段係落到雲海廣場、三洲糖水庫，約 1.5 公里；第7段係落到山腳單車綠道，約 1.3 公里；第8段係最簡單嘅返回入口，約1公里。落山呢一段嘅大石步道非常特別，剛剛臨上到山頂嘅時候都見過一小段噶啦。石與石之間嘅罅隙非常大，可以話係梅沙尖山徑嘅特色之一。梧桐山山徑嘅特色就係有好靚嘅仿樹木欄杆，而梅沙尖山徑嘅特色就係有好靚嘅大石步道。不過好老實，真係好睇唔好行嘅。大石嘅罅隙實在太大啦，要好小心咁行先得，否則好容易會扭傷腳。相信最初嘅樣式應該唔係咁樣嘅。罅隙大只係因為水土流失而造成，日子耐咗，罅隙就越嚟越大，就變成今天嘅模樣啦。唔緊要啦，又唔係唔行得，山徑得嚟不易，要存感恩嘅心。任何山徑都有佢嘅利弊。如是者落15分鐘左右，就嚟到一個分岔路口，左邊係去山海大觀觀景台，係最短嘅一條落山路線，只有 1.2 公里，但只能打車離開。路線係靠右行，即指示牌往鹽田東立交入口嘅方向，兩邊都係大路嚟嘅，並非野路小徑。所謂野路，其實即係我哋所講嘅泥路荒徑。冇人打理維護嘅山徑，天生天養，草叢一般都較茂密嘅。冇耐嚟到一個休息平台，有需要嘅就休息一陣再行。距離第5段完成，仲有一大段路，慢慢行啦。落山其實唔使太用力氣，上支箭好少。風景一路都唔錯嘅，值得一讚嘅係沿路嘅草木真係好靚，色彩繽紛，就好似係園林咁樣。一眨眼間就走到面前嘅小山丘頂，係另一個觀景平台嚟嘅。前面可清楚咁望到鹽田港。睇睇背面，原來已經唔經唔覺落咗好多啦。好啦，繼續落山，路只有一條，方向就係面前喺山脊上嘅山徑。夏日紅花觀景台嘅位置就喺嗰度。第一陣會行出嗰個大石陣睇風景。慢慢行過去，自然會越嚟越近。一邊落山，一邊望住海景，其實非常寫意嘅。呢條路線係絕對唔建議逆行㗎。
落咗咁耐，大家都應該感覺到㗎啦。落到夏日紅花觀景台嘅位置，大概就係海拔540米，即係由梅沙尖山頂落咗大約200米多，只佔全程落山嘅1/4。換句話說，依家就連1/4都未到。試問，如果倒轉行上去，會係咩嘅一回事？會係咩嘅一個體驗？到時應該正常人都寫唔出寫意2個字㗎啦。行山加油啫，唔使攞嚟辛苦嘅。聰明嘅你，應該點樣行先至輕鬆寫意？你識得揀嘅。唔經唔覺，前面呢個小山丘頂就係夏日紅花觀景台啦。喺左邊可以好輕易咁樣揾到一條野路，就係行出大石陣嘅方徑啦。路碑軌跡係好明顯嘅，靠咗行，唔使爬石。出完去係要原路折返㗎，唔想出去嘅，可以直接繼續落山就得，小心咁跨過中間嘅大石，慢慢咁安全咁走到最出面嗰個小平台。大石堆仿如一個天然嘅觀景台，係一個極佳俯瞰鹽田嘅位置，回望香港都一流㗎。記得唔好企太出，前面係直崖嚟嘅，企定影相，唔好喐，唔好跳。背後亦都可以睇到剛剛落嚟嘅梅沙尖，山徑可以好清晰咁望到，佢山頂約係200米海拔。睇完風景就原路折返。返去夏日紅花觀景台，繼續往下走，進入第6段嘅落山路段，前往雲海廣場同三洲糖水庫，路程約係1.5公里。剛剛完成咗約1/4嘅落山路程。目標雲海廣場嘅海拔大約係370米，比夏日紅花觀景台大約係相差170米高，略比山頂落夏日紅花觀景台短少少嘅，不過只係短少少嘅啫，落170米海拔都唔少㗎。想知大約需要幾多時間？可以用山藝嘅方法去計一計，以每公里15分鐘計算，1.5公里就即係需要22分半。另外，每上一條20米等高線，需加2分半；每落一條20米等高線，需加2分鐘。粗略估計，落170米，即係要加多17分鐘。落山嘅路牌係比上山清晰嘅，距雲海廣場仲有1.2公里。你計到答案未呢？計出嚟就係要近40分鐘啦。換言之，第6段係需要約40分鐘嘅時間去完成嘅。真係話長唔長，話短亦唔短嘅。好在前面就有海景，其實落幾多都冇所謂，反正都係落得好舒服嘅。而且樹木嘅色彩非常嬌豔，唔係純綠色嘅，顏色好有層次，
春天嘅氣氛亦非常濃厚。山徑大部分都係以落為主，只係好少量係上嘅。嚟到另一個分岔路口，有一個主題公園式嘅路牌，旁邊亦有一個登山徑嘅經緯度標示牌。不過大家要小心，掃描後發現地圖嘅位置係錯誤嘅，足錯咗整整一個路口。喺左手邊有另一個大型地圖告示牌，位置就正確啦。喺呢個分岔路口轉右往雲海廣場嘅方向繼續落山，路牌標示係有 0.8 公里。只需不斷咁落，得一條路嘅啫。講返睇地圖，經驗話俾我知，如果係想知道現時嘅位置，睇手機嘅 GPS 位置係較為準確嘅。即使偏差都唔會太多，起碼唔會有剛剛差一整個路口嘅情況出現。不過，剛剛個二維碼嘅地圖亦非常有用㗎，佢只係位置錯咗嘅啫，其他資料係極之齊全嘅。喺內地，離線地圖嘅路線係極唔準㗎，欠缺咗好多路線。二維碼嘅地圖則非常準確，而且仲提供有路線嘅屬性。邊一條係馬路，邊一條係綠道，正確登山口喺邊，重要嘅景點位置，一切都一清二楚，所以係極具參考價值㗎。差唔多到底嘅時候，會穿過一道舊鐵閘，估計係封山用嘅。面前有一座樓高5層嘅大廈，但係唔知用途係乜。從左邊繞到後面，就可以揾到繼續落山嘅梯級。雲海廣場已經好近啦，喺剛剛5層高大廈嘅旁邊，可以好清晰咁樣見到佢嘅真身。落到梯級底之後，接上馬路，然後左轉。沿馬路行上去，就係暫時最佳嘅拍攝位置，好有電影 Iron Man 豪華別墅嘅感覺。點解話係暫時呢？因為雲海廣場仲係密鑼緊鼓咁裝修緊，暫時係未開放予公眾嘅。不過見佢如火如荼，應該指日可待啦。閘口嘅方向係冇咁靚嘅，工程應該踏入最後嘅階段啦。三洲塘水庫就喺旁邊，入口有清晰導覽圖，係可以橫塘一周返嚟嘅。從大閘行入去，就可以見到三洲塘水庫。斜路之下有大型嘅水庫介紹牌，亦有好多小型介紹牌，就好似教育徑咁樣。走喺水壩之上，感覺同紅花瀝水庫差唔多。一邊係鋪得好靚嘅堤壩斜坡，綠油油嘅。而另一邊就係非常恬靜嘅水庫，一個字：靜。望落去唔太特別，因為香港水塘都見唔少。佢嘅特色景點係喺水庫裏邊，沿堤壩一直行入去，
都會見到好多介紹牌，例如輸水行管、啟閉機等等。盡頭有一個好別緻嘅木涼亭，都幾大㗎，可以坐一下、影一下相、超下都得。真正嘅特色景點就喺右手邊嗰條橋，名稱係青雲橋。橋身有波浪圖案，非常優美，藝術成分好高，簡直就係一件藝術品。影完相就沿路折返出去，主要嘅景點已經睇完，餘下就係約1/4嘅路程，亦進入第7段直落到山腳嘅單車綠道。馬路嘅後方就可以揾到山徑，跟住左轉落山。呢一條都係綠道嚟嘅，大約就係標示嘅位置。梯級印有松果嘅圖案，跟上山嘅葉紋圖案唔同。沿路一直落就得，途中都有幾個分岔路口嘅，有一啲係泥路山徑，有一啲係梯級。喺呢度有一個主題公園式嘅路牌，儘管一直咁跟住華僑新村入口嘅方向落山，但唔係去華僑新村噃。其實剛剛嗰個路牌係放錯位置嘅，正確係應該放喺上面個分岔路口，或者係想提早讓人知道下一個路口嘅方向啦，真係不得而知啦。呢條路有幾個良心水站，自覺掃碼微信付款。由雲海廣場行落去都要落幾深㗎，差唔多要由海拔370米落到接近0米。想知道仲有幾多要落，可以參考一下前面樓宇嘅高度距離。要落幾多，其實一目了然。基本上就係有排落。喺落山嘅途中，再次分享多一啲喺內地睇地圖嘅經驗。官方嘅地圖路線跟衛星地圖嘅差異有時都幾大，跟實際有好大出入。大家留意一下四方框呢條路線，又睇睇衛星圖嘅路線，比較之下有冇發現有咩唔同呢？落山呢條路線係比衛星地圖偏離咗去左手邊都幾多㗎。與此同時，亦都有一啲新路線係離線地圖冇嘅。無論如何，畢竟官方地圖都係比離線地圖準嘅。雖然喺官方地圖都揾到一啲錯處，但影響其實唔大，起碼係有清楚嘅路線。反之，內地離線地圖嘅缺失頁實在太多啦。除咗導航定位知道確實位置之外，所有路線都唔可以盡信。落咗大概20分鐘後，會嚟到一個休息小平台，可以觀察到已經落咗好多啦。睇返手錶，而家嘅海拔約係200米。往後呢一段路係好精彩嘅，因為好快就會見到花花世界。一路落山都會見到一條好大嘅綠色水管，隨之而嚟就係兩旁種滿宮粉羊蹄甲嘅山徑，色彩鮮豔奪目，花型好大，輪廓鮮明。
數分鐘後嚟到一個有方徑嘅分叉路口，直行往華僑新村入口嘅方向，唔好理左邊條方徑。呢一段花海真係好喜出望外，就好似一份特別獎送俾成功登上梅沙尖嘅行山人士咁。值得一讚嘅係，內地嘅園林真係做得好靚嘅。香港嘅山頭一般都好單調，就只係一片綠。喺國內上山睇嘅係林景、園景，而香港上山睇嘅係着重於海景、石景，可謂各有千秋，各有優勢，不分彼此啦。跟住嚟到另一個休息平台，旁邊有地圖告示牌，留意已經落到山腳啦。落低級後要繞到屋嘅後面行，唔好再跟住路牌落山，嗰邊係官方徑6度嘅路線，係會兜多好遠路嘅。轉右係直落，近好多㗎。呢段可以話係方徑，喺地圖係冇㗎噃，但路係絕對清晰嘅，沿梯級落就得㗎啦。梯級嘅設計有啲似日本嘅路軌式碎石梯級，好處係疏水好，不過容易被沖散。唔經唔覺，終於落到樓宇之下，隨即接上行人天橋，下面係平鹽鐵路，係有火車經過㗎。落橋後就接上一條單車綠道，亦正式離開林區啦。然後直行，踏入第8段返回起點嘅石頭圍新村入口，路程約係1公里。呢條路嘅公分羊蹄甲超大棵，絕對唔俾櫻花遜色。呢一段係一條超平坦嘅單車徑。落山之後，大約要行800米，地上每10米都有黑道，就好似一把間尺咁。幾分鐘後，行到去0米起點嘅位置，呢度有一個大型嘅起點台，可以拍照留念。跟住就離開單車綠道。喺右邊可以揾到一個頗有知識性嘅獨孤圖覽，左邊就係起步冇耐見到嘅南格仔綜合車場。隨即返到起點上山嘅位置，點樣嚟就點樣走，原路折返就得。又係時候做一個簡單嘅總結。呢條路線全程係14.4公里，出外郊遊，慢慢行，一般速度需要7個半鐘去完成。以下係整段路嘅時間分配，大家可以參考一下。當日9點2開始過關，9點4到蓮塘口岸，10點到鹽田路站。10點3到登山口，11點3到翠嶺水庫，12點3到紅花瀝水庫，1點到上水庫，2點登上梅沙尖，3點去到夏日紅花觀景台，3點9到雲海廣場同三洲塘水庫，5點落到山腳，5點半返到鹽田路站。
剛好由朝玩到晚，即日來回。返返去鹽田路站嘅 D 出口就完成啦。行完山，要食飯嘅食飯，要回港嘅回港。搭幾個站就可以返到去蓮塘口岸。留意蓮塘口岸係閂晚上10點嘅，唔好玩得太夜，否則就要到其他口岸離開，例如閂10點半嘅福田口岸，閂晚上12點嘅羅湖口岸，甚至要到24小時通關嘅皇崗口岸返香港啦。今次咁精彩嘅深圳之旅就嚟到呢度，希望大家都可以繼續開心上山，安全落山啦！鍾意我 channel 嘅朋友記得 subscribe 同 like 啊！搵行山路線記得嚟 teamhiking.com， 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！